故事发生在1935年的中国西南盐业重镇。传统的民国街头，一双妖艳的红色高跟鞋出现在众人视野。这是一个身穿紧身红裙的洋女人，裙子布料紧致，将女人的身形勾勒得凹凸有致，一时间看得女人们个个羞红了脸。而男人们目光呆滞，被女人的妖艳所吸引。洋女人自信地展露着自己的曲线，并不在意自己在大街小巷引起的骚动。随后她走进一家偏僻的暗房中，一抬手便脱掉了身上的衣物。这间暗房里住着一个闻名民国的纹身大师阿昌。阿昌技艺精湛，手法举世无双，只要是出自他手的纹身都栩栩如生。而这个女人只要来到中国，都会光临一次，今天甚至不惜以身相许，只为博得阿昌一笑。阿昌表面上是一位纹身大师，实则是西南盐商会青龙帮的重要成员。比起纹身技艺，他的拳脚功夫更是厉害，平时很受帮派人的尊重。他平时给人纹身，偶尔跟手下两兄弟烂龙和阴阳人出去乘了阳山，日子倒也逍遥快活。直到小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逐渐显露后，阿昌对这些小鬼子深恶痛恨。在得知今晚日本商船会在附近港口停靠，阿昌便带着两兄弟去了。阴阳人性子急，脾气傲，上去便打晕了岸上的日本接头人。接着阿昌扔出一把飞刀，直接让船老大命丧黄泉。随后不等船上人反应，烂龙便带着一众兄弟从水中跃起，将船上所有日本人一网打尽。解决完，他们将船上的所有值钱东西转移后，烂龙拿出汽油将整个船浇了个遍，一把火扔上去，这艘日本商船便瞬间变成一团火球。第二天，警察局长来到岸边查看，水面只有一艘烧得只剩框架的木船。当得知这是一艘来自日本的商船，罗局长仿佛若有所思。随后日本特务便来兴师问罪，罗局长随意找了个目击人，说是昨天有一辆马车去往白虎山那边去了，便给打翻。他是龙岩城的警察局长，白虎山的人他可管不着。说完便直接收队了。罗局长一回去便换了身衣服，和阿昌来到青龙帮找老大龙哥商议此事。罗局长和阿昌同为青龙帮的成员，一听对方是日本人，龙哥便直接下令让两人杀了他。而殊不知对方也早已经盯上了青龙帮。当晚就在阿昌正和洋女人温存时，家中便遭到了一群不明人士的袭击。好在阿昌身手不凡，三两下便让歹徒血溅当场。很明显，这次袭击和他们夜里打劫的商船脱不了关系。这个幕后黑手很可能就是那个突然冒出来的日本特务钱野。没想到第二晚，阿昌再次遭到了暗伤。这些人一出现，便被阿昌小女儿阿兰察觉到。阿兰大声朝着阴阳人呼救，才让阿昌躲过了一劫。虽然躲过一劫，但阿兰却受了伤。看着面容憔悴的女儿，阿昌第一次感觉到了什么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自己活在危险中就算了，怎么能让孩子跟着他过水深火热的日子呢？当初他母亲去世的时候，这孩子便一直以为是阿昌导致，因此这几年父女的关系一直不怎么和睦。此刻阿昌终于意识到了危机感，于是他跟烂龙、阴阳人宣布自己以后要退隐江湖，带着女儿好好过日子。话音未落，钱野竟亲自找上门来，声称是慕名而来，想阿昌在他身上纹条龙，而阿昌却想将他直接斩上。奈何就在此时，外面鸣笛声突然响起，阿昌这才收起杀人的心思。原来是罗局长来了，递给了他一封信，上面叮嘱罗局长务必要保证钱野的安全，切勿和他发生摩擦。此人隶属于日本特高科，背景十分复杂。看完信件，阿昌冷笑一声，若再晚到2秒钟就要给他收尸了。就这阿昌几人要击杀钱野的计划只能暂时搁置下来。另一边，阿兰自从上次头部受伤后，身体便一直不好。阿昌找来了城中最厉害的费大夫，为他调理身体。费大夫医术高明，并且愿意免费为阿兰治疗。阿昌为了答谢他，特意请他到酒楼用餐。谁知这边阿昌和女儿刚在酒楼坐下来，费大夫就被人暗杀在了路上。出事后，所有人率先怀疑到了阿昌，因为都知道钱野最近经常出入阿昌的店铺，说不定他早已经当了汉奸了。当然这还不是最糟糕的，钱野活动越发的频繁。就在他第二次来找阿昌的时候，一位银行家又在同一时间被杀。这次别说城中百姓，就连青龙帮的人也开始怀疑他，直接将他叫到帮里问话。阿昌在青龙帮的地位仅次于老大龙哥，被这么一小辈举枪相向，阿昌有些火大。人是罗局和青龙会不让杀的，现在却又将矛头指向了他，于是阿昌决定今晚就去将人杀了，以证自己的清白。此言一出，又遭到众人的阻挠。阿昌忍了又忍，最终只能将这黑锅给扛了下来。阿昌便让阴阳人私下去调查那艘商船的接收人，这个接头人居然是从城中调走多年的一名警察阿江。没想到晚上钱野又找上门来，还是想让阿昌在他的胸口纹上一条青龙，而阿昌借喝多为由，再次拒绝了他。
可尽管这样，阿昌也实在扛不住，钱野3番5次的找他来文龙，他深知自己躲不过去，于是便答应了钱野。第二天一早，阿昌便去了两人的约定地点，只是纹身的对象变成了眼前的日本女人，而钱野却不见踪影。与此同时，青龙帮的一位长老死在了阿昌的房门外，这一下他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以前他还可以拿出不在场的证据，今天他却无言以对。死的人是阿俊的叔叔，阿俊直接将阿昌抓了起来，绑在水车上受尽折磨。罗局长闻讯后赶来，将阿昌救出。他刚刚勘察过现场，子弹是从外面射进来的，不可能是阿昌所上，但却没能洗清他的嫌疑，因为当时阿昌正和一个日本女人在房间里，真是百口莫辩。他决定将钱野杀掉，以证自己的清白。随后，阿昌便朝着城外日本人的住处赶去。可到达后才发现钱野并不在这个住处，整栋房子就只有那个日本女人。阿昌决心要在今日杀掉钱野，于是他一边帮这个女人纹身，一边等钱野回来。谁知这个日本女人寂寞难耐，一见到身材魁梧的阿昌，便开始宽衣解带。阿昌顿时有些意乱情迷，但理智最终战胜了欲望，他将女人打晕丢在了一边。另一边，烂龙的母亲和儿子被人残害在家中，而阿昌的女儿阿兰就在现场目睹了这一切，矛头又一次指向了阿昌。为了平息兄弟们的怒气，帮会最终决定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阿昌的生死。眼看着一碗碗酒被洒在地上，阿昌在众兄弟中已经没了任何信任。投票结果显而易见，龙哥当即下令让阴阳人来斩杀阿昌。阴阳人曾经被阿昌所救，对于阴阳人来说，阿昌就犹如再生父母，让他来执行这件事，真是生不如死，可又无能为力。为给阿昌送行，他跪在地上，缓缓掏出腰间的配枪。就在此时，钱野突然带人赶到，欲将阿昌带走。披麻戴孝的烂龙见状，直接朝对方开枪，要让这些日本人给家人陪葬。对方人多势众，烂龙直接拉开手雷，想要朝日本人扔去。然而烂龙刚拉开绳索，就被钱野一枪射伤了手腕，手雷直接在烂龙和阴阳人附近炸开，烂龙当场死亡，阴阳人也重伤倒地。钱野目的达到了，也没有抓阿昌，扭头便走了。烂龙一死，阿昌在青龙帮是不能待了，他只能带着女儿在罗局长家里避风头。在这里却偶遇一个刀疤男，在之前的调查中，这个刀疤男和警察阿江来往甚密，如今却频繁出现在罗局长的家中。阿昌越想越不对，一定有问题，于是便拉着女儿阿兰准备离开，谁知对方却上前阻拦，双方大打出手。阿昌武艺高强，几个回合下来便让对方见了血。罗局长见刀疤男根本不是阿昌的对手，知道女儿就是他的软肋，随即将阿兰抱起威胁他，阿昌才就此罢手。事到如今，罗局长也不再隐瞒，他直接跪在阿昌面前忏悔，这一切其实都是钱野逼他所为。钱野发现罗局长是青龙帮的地下成员后，便以此威胁，若是被上级知道，他肯定会丢了乌纱帽。走投无路之下，他才选择跟钱野狼狈为奸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他便故意将这些命案嫁祸给阿昌，因为他会纹身，所以他是最适合钱野接近的人选。为了让这个计划顺利进行，罗局长继续以阿兰作为威胁，命阿昌去将青龙会老大龙哥杀掉。无奈之下，阿昌也只能夜闯青龙帮。只是阿昌一进去，还没来得及动手，外围的警察便纷纷开枪，青龙帮兄弟全都命送黄泉。阿昌知道这些人的狼子野心，在最后关头让对方先放了阿兰，他再动手杀龙哥。于是罗局长便将阿兰放了进去，这有什么不可？阿兰一进去等同于瓮中捉鳖。钱野笑看着眼前这场景，心中大快。而罗局长此时神秘一笑，在场的所有警察都纷纷举枪对着了钱野。不光是青龙帮，这些可恶的日本人更该死。随后，罗局长直接将钱野推进青龙帮中，让他和阿昌厮杀。钱野一进去，便当即开枪将青龙帮的长老们杀害。阿昌拿起匕首，面对一个个日本人，愤怒涌上心头，一刀一个便给他们抹了脖子，最后将目光锁定在钱野身上。最终，阿昌一个飞刀扔出，钱野当场毙命。外面的警察想要赶尽杀绝，不留后患，便疯狂地朝屋内射击。阿昌已做好了鱼死网破的打算，于是让女儿钻进内部的荷花池逃生。
而自己则点燃了几十年屹立不倒的青龙帮，誓死要和帮派共消亡。片刻后，随着青龙帮的大门打开，阿昌也被外面警察乱枪打死。最终，阿兰成功逃生，被养女人收养。10年后，他和阴阳人会合，直接将罗局长射杀在家中，报了杀父之仇。至此，影片结束。纹身是一部电影感浓郁、叙事手法非常高的电影。通过这部电影，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：纹身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界定，并不是纹上一个名字让自己记住，也不是纹上一只猛兽要让别人害怕。纹身真正的意义是对纹身者自己而言，是要让自己记住某种美好的事物，给予自己力量。而那纹身也不是名字或图案，而是代表了爱与信仰。每一个名字都是一番爱的见证，每一个图案又是一种力量。好了，电影到这就结束了。这里是哪吒剪影，感谢您的关注与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